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按键的配置。那这里有一个16个按键的按键板，它是由2块 74HC165驱动的。那旁边这个是一个钮子开关。那我们今天不讲钮子开关，我们只用它上面的这个灯来演示灯光联动。我们先来到 EasyJoy 的配置页面，在设备这一页，默认会有一个按键输出。那我们先把它擦掉。然后来演示一下如何从头配置一个按键输出。我们选择一个空的设备，然后选择按键输出。比如说我们要把它设置到这个黑色的按键上，那我们只需要按下这个黑色的按键，那么它对应的这个接点就会亮起来。比如说我按下的时候4号会亮起来，松开的时候4号就灭掉，那意味着我们的这个黑色按键其实对应的是4号，我们只需要用鼠标左键选中这个4号，那我们这个的按键输出就对应到了这个黑色按钮上了。那在这个接点的上面有2种芯片的选择，一种是 74HC165， 另外一种是 CD4021。那我刚才也讲了，我这块是用的 74HC165 驱动的，所以我们要选择左边的这个。那输入反转的话，就是我按下它亮起，松开是灭。那反转的意思就是相反，就是我松开是亮，按下是灭。那接下来是按键的输出，那它会根据我们这个设备列表的顺序来自动填充这个位置，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修改的。那下面的话会有一个手柄输出和键盘输出的选择，默认是手柄输出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按键信号是输出到手柄的，对应的是1号按键上的。那我们可以用鼠标来选择这个键盘输出，那么它就会弹出一个键盘的页面。然后用鼠标左键，我们可以选择对应的这个字母或者是符号之类的东西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Ctrl+Shift 的一个组合键的形式来映射这个按键。那我们先来演示一个手柄输出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一个灯光联动的开关。当我们打开灯光联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设置这个按钮输出对应的是哪一个灯光的联动。那我们默认就选择1号这个灯光。我们也可以用鼠标右键来改变它的灯光联动的序号，比如说我们把它变成2号。OK， 我们设置完之后上传这个配置。上传完成之后，它会自动重启。重启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它的效果。当我们按下这个黑色按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2号灯在亮，按下去2号灯会亮，松开2号灯会灭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按键灯光的配置。我们来到这个游戏控制器设置里面，然后双击打开我们的 EasyJoy。同样的，我们按下这个4号按钮，那1号按钮会亮起来，松开就会灭掉，按下去亮，松开灭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按键输出的一个功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带锁按钮。我们把它配置到1号按钮上，那我们按下1，那对应的正好是1在亮。那接下来的这个按键，那对应的就是2号，它是不会，就是没有给你修改的功能的。那接下来的灯光联动，我们也默认给它1号联动。OK， 上传这个配置。刷新完成之后，我们比如说按下1号按钮，那你就会发现这个灯灭掉了，然后再按下，这个灯亮起来。那对应的这个手柄属性里面，我们发现现在这个我没有按任何按键，这个2号灯也是亮起来的。我再按一下，松开，那这个2就灭掉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模拟带锁的一个按钮的效果，就是我按一下它是长开，再按一下它是长灭，这样的一个逻辑。那接下来同样的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开脉冲。我们把它设置到2号按钮上。
那对应的我们要把这个输入切换到2，然后同样的它会排序到3号按钮上。那这个时候多了一个脉冲时间的这个设定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开脉冲按下去，它会亮50毫秒，然后会灭掉。为了演示的清楚，我把这个时间调高一点，比如调到150吧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的按键联动，我们把它配置到3号上面去，看看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。我们上传程序。OK， 上传完了之后呢，我们重新开这个页面，那它才会刷新出这个3号按钮来。那我们试着按下2，按下去，那它会闪一下，松开。就是它在按下去的时候才会亮150毫秒，松开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效果的。但是要注意这边的灯光联动，我按下去的时候3号灯亮起来了，松开的时候3号灯灭了。那灯光联动的效果是跟这个普通按钮的效果是一样的，这里是有一个区别。那我们继续往下配置看一下关脉冲。那顾名思义，这个关脉冲和开脉冲的区别就是，开脉冲是我按下去的时候，这个亮150毫秒。那关脉冲的话，就是我松开的时候亮150毫秒。那全脉冲的话的意思就是你按下去亮150毫秒，松开也亮150毫秒。那我这里就不再演示这个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这个联机。比如说我们把它配置到4号按钮，那4号按钮是8，那我们就把它设置到8上面去。然后同样的，它会自动给我分配到了3号按钮上。这里也有一个脉冲时间，那这个脉冲时间的控制的是它这个，因为它是联机嘛，对吧？你按下去之后，它就一直闪。那这个时间就是它闪的间隔。那我们也把它调到150。那同样的灯光联动，我们也设到3上面去。然后我保证一下。OK， 重新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关掉，重开。那我们试着按下4号按钮，按下去，你会发现这个按钮在一直闪，那对应的这个灯光也在一直闪。松开，它就不再闪了。那这个就是一个联机的功能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按钮输入。我们试着把它设置到5上面吧，按下5，那对应的是7号。那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输入数据同步的一个东西，那它也是没有办法配置的，因为它是自动配置的。那同样的灯光联动，我们也把它设置到4号上面吧，好吧。然后我们把这个4号的颜色改一下，改成绿色吧，改成绿色。OK， 我们上传上去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你会发现这边 EasyJoy 的这个模块多了一个按钮输入的一个模块。当我们按下5号按钮的时候，它变成了1。同样的，我们的这个对应的灯光联动也亮起来了。我松开，那这个数字变成了0，那这个灯也就灭掉了。同样，我们重新开一下这个，你会发现它并没有这个按键输出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功能仅仅只是把这个信号传到了 Easy Control 里边。这个大家要注意，按下去是1，松开是0。按钮切换输入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要把它比如说设到6上面，那它对应的正好是6。这边有一个切换数量的一个选择，那我们设成3好了。那这边的话就是也是一个对应的输入数据同步。那这边要注意的是，你会发现它需要的是3个灯光。那我们先把这前面的这些先把灯光联动关掉，然后我们把这个
设置到1、2、3上面去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。OK， 我们上传上去。重启完成之后，首先我们来先看看这边，同样的，它也没有增加这个按钮输出。那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按钮切换输入的一个这个节点，我们试着按一下6，按一下变成了2，再按一下变成了0，然后再按一下变成1，再按一下变成2。那其实它是在3个数字之间来回的来转换。那同样的，它会对应，比如说0是对应的是第一个灯，1是对应第二个灯，2是对应第三个灯。那这个的作用就是说，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切换一些显示内容。比如说，我们通过一个模块，来输入这个数字，然后输出不同的，比如说通信频率也好啊，或者是一些字符也好，它可以用同一个数码管来显示不同的数据。接下来是按钮的模式切换。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按钮模式的一个操作。什么是按钮模式呢？它对应的是下面这个按钮多模式的这样一个功能，它是配合使用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给它演示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还是把这个的灯光联动关掉，这样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讲解。OK， 我们先设置一个按钮模式切换，比如说我们设置3个模式，那它就在3个模式之间来切换。那我们试着把它设置到7号看看。好，7号是9。那同样的，我刚才说的，它是配合这个多模式来用的。我们选择一下多模式，把它配置到8上面，8是对应的是10。那这里也有一个模式数量的选择，那它对应的就是这个模式的数量。我们可以设置成3，也可以设置成2。我们试着先设置成3，那它输出3个按键，那对应的也有1个灯光联动。OK， 我们上传上去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，这里多了一个按钮模式切换。我们试着按一下7，那它是在3个模式之间切换，对应的灯也是在3个模式之间切换。那这个按钮模式切换和上面这个按钮输入切换其实看上去是一样的，但实际上它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我们刚才说了，它是对应后面这个按钮来使用的。比如说，我们根据这个灯光来看，我们现在模式是第一个模式，对吧？那么试着按下8号按钮，你会发现4号按钮在亮，松开4号的按钮灭，然后这个绿色的灯跟它是联动的。那我们再按下7号按键，那模式换成了1，那对应的这个灯也亮了。我们再次按下8号按钮，你会发现是5号按钮在亮，并不是4号了。但是灯光联动的话，还是只是这一个。那松开是5号。那我们再次按下7，那模式切成了2，灯光这个切成了第3个。我们再次按下8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是6号在亮，然后对应的灯光联动的话，还是这个绿色的。那这2个东西配合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个按钮来配置3个不同的功能。那这个就是模式切换和这个按钮多模式的这个配合使用的效果。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按钮这个映射成这个鼠标左键、鼠标右键和鼠标中键的功能了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只有一个，比如说我们配置一个鼠标右键好了，这个比较明显一点。比如说我们配置到9上面，我们按一下9，那这个地方是11，那鼠标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配置可说了。那上传上去。OK， 我们这边重启好之后呢，我们比如说
选择这个页面，然后选择一个地方，然后点一下9号按钮，哎，那它就模拟了一个鼠标右键按下的这样一个效果，弹出了一个右键菜单。那这个就是鼠标映射的这样一个功能。那么今天就把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这个按键触发的这一部分，那么讲解完了，谢谢各位。